Hello，选到第一组 Community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两个问题哦。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是今年呢，属于你们的代表色是什么？你们灵魂的代表色。那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你的3个幸福跟成功，分别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年有关第一组的朋友们，属于你们的代表色是什么哦？然后有什么样需要提醒跟注意的事情？好，那我们来抽牌，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的代表色是什么呢？好，我们抽到的是这只紫色的小熊。在精神层次追求精神的满足，我会以电影、书跟音乐来满足精神所需。抽到这张牌啊，我觉得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今年呢，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往内探索，去找一些可以丰富你们精神层面的一个粮食哦，像是这边提到的电影、书跟音乐。那紫色呢，它对应到的是我们的顶轮哦，顶轮在头顶上方的位置，大家可以想象成是可以好像往上进入到上天的这个门。那当你的顶轮呢，可以修炼得很炉火纯青的时候，其实你们会以一种比较没有偏见的眼光来看待你以及看待这个世界哦，就是也许啦，今年你们会对于你自身的存在，就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意义，你们会更加的想要去探索，更加的想要去了解，特别是对于这个精神世界的追求会大于物质层面。那顶轮呢，它是所有脉轮的这个能量最高的一个中心哦，就是你必须要由海底轮一路往上至眉心轮，所有的能量就是一步一步充分进化之后，你这个最高的能量中枢才有办法去苏醒，才有办法去连接到宇宙的能量哦，也就是说它是所有脉轮的一个发源地。那我觉得你们可以抽到这张牌，这张很厉害的牌，代表说其实你们过去啊，就对于这个灵性，然后对于潜意识，对于这个世界所存在的一些真实的智慧，或者是对于你们的高我指导灵，你们就已经有所探索，有所连接。那在今年呢，你们过去所做的这个修行，过去所做的这些挖掘跟探索，将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回报。有的人呢，甚至啊，你们可以超越自我，超越所谓二元的对立性，到达一个宇宙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当你们这个顶轮修炼的非常炉火纯青的朋友，觉得甚至有一些人可以到达好像开悟的一个境地，对很多事情呢都看得很通透，你好像会以一个更高层次的角度，好像是这种上帝视角来看待你所在人世间发生的一切哦，就好像你是一个观剧者，然后你看待身边的人在演这出戏，在跟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以及你自己在这一出戏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有些人你们会到这样子的一个层次，你们可以在世界中寻找到一个真理，并且明了谁说的是谎言，以及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制度的运作本身就是一个谎言，本身就是一个欺瞒。你们可以看透，就是有能力去看透这些事情，进而达到一个很大的精神上的自由。也就是说，虽然肉体呢，人是必须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按照一些世俗的规范去运作，在这个体系下，可是你们的精神层次早已经脱离了世俗的这种限制，已经到了一个很遥远很高的地方，可以跟你的指导灵，可以跟你的高我随时做对话，随时做连接。
所以抽到这一张牌的朋友，觉得你们很厉害哦。这个厉害绝对是你们过去日积月累所累积下来的一个成果，然后将在今年做一个大放异彩，然后你们会很实质的看到你有一些能力被打开了。有些朋友你们本来可能就会喜欢瑜伽、喜欢冥想，或是喜欢这种身心灵的修炼等等的。那我觉得今年啊，你过去的这些学习，过去的这些修炼，你们会得到开悟，完整的体验人生，从物质层面以及到心理层面，各种安全感、自我认同，还有包容，还有爱人爱己的种种课题中，你会寻求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智慧。然后紫色它是蓝色加红色的一个结合哦，我觉得也代表着理性跟感性的一个融合，代表说其实你过去所累积的这种逻辑啊，以及情感内心的情感需求，将会在今年会有一个平衡，就是你不会特别偏重理性，也特别或是特别偏重感性。你的理性跟感性之间呢，你可以形成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的背后，就是在于你们刚刚所说的开悟，或者是说觉悟，或者是说得到，就是得到这种道理的道，是顺应自然、与道合一的一个境地。那顶轮呢，它在梵语里面讲的是这个千倍，就是百倍千倍的千倍哦。它象征的是有千片花瓣的莲花。那这个千片花瓣，它代表的是无限性，就是精神上的永恒性跟无限性。那当顶轮越是被开启的时候，其实你们就越能够接收到来自不同维度的能量讯息。有的人你可能会特别感觉到，在今年呢，你会跟你的指导灵、你的守护天使，或者是说高频能量的神明，以及其他星球、地球以外的这种星球体，像是外星人啊，还有宇宙的源头，产生一些连结，或者是说能量的讯息的交换。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在开启你的这个脉轮的时候，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能量哦，你们也要让自己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能量要跟得上你的灵魂的扬升的速度，不然你身体会产生一些比较不适应的症状，这个是要提醒大家多多注意的。你的这个身体的层面的这个速度要跟你的精神层面这个扬升的速度是一致的，所以大家也要多多锻炼你们的肉体。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看的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3个幸福以及成功的讯息是什么哦。好，那我们要来一起看一下，我们要请宇宙协助我们抽牌咯。好，第一组的朋友们，关于你们的3个很重要的讯息是什么呢？好，这个牌好滑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吸血鬼，好，万人迷，伙伴。那我们再来抽塔罗牌来辅助说明，我们来看一下哦。这3张牌额外的补充讯息是什么呢？好，掉出来了。The Lover， 好像看不到。好，战车在这边。好，这张牌是月亮。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几张牌要给我们的讯息哦。好，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吸血鬼这张牌哦。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是从危险关系中觉察，并且把握机会逃出来哦。好，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因为这张牌它对应到的是 Lover 恋人这张牌哦，恋人这张牌它也有代表着是一个选择的意思哦，所以我觉得抽到这张牌这一组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哦可能受困于一段关系，这个关系是令你受苦的。那这个人他可能会就是习惯从你身上得到一些好处或者是利益哦，然后很多人对应到的这个可能是你的情感关系的一个对象。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使你们苦不堪言，你好像帮对方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到头来发现对方并没有同等的回报你，甚至你还感到有一些受伤，就是有一些不值得的感觉。那很多人是即使在这样子的一段关系，你也觉得你是心甘情愿，然后你即使遍体鳞伤，好像还是对这个人有很大的上瘾，还是非常的想要去跟他亲近，甚至是愿意低声下去换来对方的一点点青睐，或者是说你一直在等待对方的一个讯息，一直在对于这样子的一段感情有一个很微弱的盼望。这张牌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洗心革面，就是在今年啊，你们好像突然的理解了，突然的察觉了，突然的明白了。我觉得这也跟你们过去的修炼以及顶轮的开启有关。你们明白你在的你过去所处的这段关系啊，它可能是一个不健康的关系哦，它的给予跟接收啊，付出跟得到这两方并不是很平衡，你可能是需要不断的去付出才能够维持这段关系，然后你们会有一个很棒的机会，你先是会去觉察，觉察之后你们会做一个选择，选择之后你就会有行动，你就会去跳脱出来，你会离开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或者是有些朋友你们如果已经离开了，你会断掉对这个人的想念、思念以及依赖，甚至是成瘾，就是动不动想要去看这个人的讯息啊，或者是想要知道他最近的一个状况哦。我觉得你们会从这样子的一个心境的执念中跳脱出来，因为好像过去啊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哦，其实是有点在吸你的血，会不断的消耗掉你的能量，以及你日常生活中应该去运行的一个正常的这种日常的事物的运行，不管是工作啊、吃饭、休息也好，很多人甚至会好像走入一个灵魂暗夜中，特别是你自己在独处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受到这个吸血鬼的这种回忆所困扰着。那下面对应到的这个爱人这张牌啊，它其实很明显它是跟爱有关的一个主题。那如果呢，它连接到吸血鬼的话，我觉得它其实也代表的你的内在，就是你对你的内在的爱会使你对你自己做下一个承诺，就是你会想要有一个属于你真正的很平衡的一个恋情，就是它不是一个失衡的，不是一个让你会萎缩的爱情。有的朋友你们如果是在一段稳定恋情中的朋友，你们可能关系中有一些不平衡，但是没有到很严重说会榨干你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你们会倾向跟对方去沟通，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把过去不敢说的事情说出来，把你的需求提出来，让对方理解。所以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是在稳定关系中，但是有一些付出上不平衡的，你们有机会好好的去沟通，并且从旧有的这种爱情中新开了一些美丽的花朵。那如果呢是单身的朋友，当你们彻底斩断了对某一个人的依恋，某一个人
好像你自己让他可以去驾驭你的这种心情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将他放下之后，你用你的自我的意志来主宰你的生活，你其实呢会有机会再度坠入情网，将你的心献给一个很重要的人，而且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内心会有一个冲动。大家看到这边有两个人，他们的手碰在一起，正在进行一个承诺，正在进行一个结合。你会感觉到有一个人，他其实是值得你去做出一个无条件的承诺的。那这个承诺，这个关系呢，它并不需要你去很大的让步，很大的妥协。你跟这个人相处起来会感觉非常舒服，而且是充满爱的。那这样子舒服的关系会让你们可以深深的拥抱彼此，而且毫不犹豫的对对方说，是的，我愿意。那你很迷恋对方，对方也很迷恋你，可以建立一段很深沉而且真实的关系。当你们愿意去放下一个会从你身上吸取养分的人，或者是他让你陷入复杂的三角关系，还是这种法律啊、道德上，让你卷入一些很多的纠纷等等这样子的人，你离开之后，你们会有属于你的这种爱情的花朵将会展开。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连接，很真实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看到万人迷这张牌哦，这张牌它其实是有讲两件事，第一个是不被爱的恐惧，第二个是被爱的一个渴望。你们其实呢很希望可以从别人的关爱中找到，就是从别人的眼中看到你自己的优点，然后从别人眼中的这个热情更加的能够去肯定你自己，更加的去喜欢你自己哦。那这张牌的出现呢，很明显其实你们在今年呢本身身上散发的这种魅力，会使你有一群粉丝哦。这个粉丝可能是网络上的这种粉丝，或者是实体的粉丝哦。有的人你们可能特别擅长音乐、舞蹈、艺术啊，或者是文字等等，你们会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等等。或是有人你们的这种外表非常的有魅力，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内在或外在，你们应该都是蛮吸引人的。然后你们会有一群追随者，从追随者的这个眼中啊，你好像更加的去肯定你自己，你好像更加的去能够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肯定哦。有些人你们可能过去有很好的专业能力，但是你不大敢为你的专业能力去将它标明一个合适的一个价码，就是你们可能常常会提供别人的一些，就是运用你的专业，然后愿意去服务别人，然后这个服务可能是很低价的，甚至是免费的。可能你们的专业是这种设计，或者是你们是这种法律律师等等，就是有的人会想要来咨询你，但是呢，他并没有给你等价的一个报酬。那其实你们用你们的专业能力，还有你们的技术去付出之后，是值得得到相当的适当的一个利润，而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啊，也是你们贡献社会的一个方式，而不是你们一直的好像在掏空自己。因为当你得到相对的报酬，代表你的能力是值得肯定的，而你赚来的这些钱其实会让你的专业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可以对这个社会带来更大的贡献。好，觉得你们接下来比较不会再出现就是这种所谓别人给你很廉价的回报，跟你专业的付出是不成正比的这种回报，你们接下来不再会有这种事情了，因为你敢于开口，也敢于定价。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别人发现了你们的价值哦，他知道你的一个重要性，他知道你一个无可替代性，他愿意用很高的这种
酬劳价码，或者是说他心中的一个情感去付出，来换得你的关注、你的时间、你的注意力，或者是说你的专业能力哦。因为你在别人心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因为你身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一个专业能力，或者是魅力，或者是说有些人仅仅是为了跟你谈话，他会需要付出一些他的金钱，或者是说，他这种深层的爱，或者是说友谊等等的，别人会非常的重视你们，这个来自于你们过去的积累，你们在对方心中的印象是一个很高的地位。他知道他不能够去轻看你，也他知道你有很大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他想要获得你们的关注，他想要获得你们的专业能力，他也必须要付出相对应的资源。也就是说，因为你在别人心中的这个重要性地位提高了，别人愿意用更多的资源来换取你的注意力，甚至是你的爱跟你的喜欢，很多讲的是情感层面的，因为想要得到你的一些关注，因为想要得到你的爱，他们会去努力博得你的青睐。好，这个是第二个有关幸福成功的讯息哦。那你们内在对应到的是战车，战车这张牌代表说这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可能抽到第二张万人迷的时候，可能有点不敢置信，说怎么会是我？有可能吗？好，其实战车啊告诉你，你要相信，而且你内在深处啊，其实就好像有一个英雄，他等待去唤醒一个睡美人，就是你的内在啊，其实是有英雄跟睡美人的，你要把这个英雄叫醒，然后他可以去找到那个睡美人，将睡美人唤醒。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不要害怕去接受别人的目光，你也不要害怕去改变。这个意思是说，因为当这么多人喜爱的一个人，以及你们有了你们的粉丝跟追随者之后，你们其实就会有影响力，你们的生活也会跟过去不同。那如果你的潜意识一直害怕改变，其实就会隔绝了你可以得到别人的爱跟喜欢的这个机会。其实改变呢，它并不是一个会让你觉得不愉快的事，至少你心中要对于改变这件事抱持着比较中立的一个想法，不要是负面的。那当你内在的这些念头转换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会过得比过去所想象的更加丰富，更加的立体哦。那你的内在有了一个更新之后，其实整个外在的实相，外在的这些环境以及人对应到的人，连接到的人，就会有一种好像大洗牌的感觉哦。你们内在的动力会把那些关注你们、对你们有好感的人都聚集在你的身旁。同时我也看到你们会勇敢的踏出去，踏出你原本熟悉的那个生活圈，去经历更大的一个世界。在那个更大的一个世界，或者是说不同的环境中，你会发现，其实旧有的对立面它是可以被克服的。有的人你过去可能跟某一些人有所冲突，你们是两个好像意见相反的力量，或者是说你要前进，但是有一个旧有的力量正在拉住你。那我觉得战车这张牌出现其实有一种本来敌对的那种阻碍被冲破的感觉哦，有一种好像挣脱了、焕然一新了，以及被克服的感觉，那种能量的状态。过去即使站在你的反对方的人，也很神奇的是，我觉得他的立场会慢慢的软化，慢慢的转变，甚至因为发现你的一些优点。这个发现是指，其实你本来就有这些优点，本来就有这些特质，只是过去他的眼睛被遮蔽了，他看不到了。然后因为能量状态的更新他好像那个蒙蔽他眼睛的布就打开了，所以他看见你其实是一个崭新的眼光、崭新的姿态来看到你，就好像有好多好多的爱心，然后看到你，看着你，然后这样子很热情的注视你，充满着爱的眼光来看待你。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的你们好，第二个讯息就是
你们会有很多的追随者、粉丝以及关爱你们的人，然后你们也可以从对方的眼中更加的好像肯定自己，以及找到对自己的爱跟喜欢。那最后这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伙伴哦。伙伴这张牌，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对于心灵交流的欲望，以及就是想要被理解、想要被支持的一个欲望哦。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非常在意忠诚的这种心灵的交换。你们不大喜欢在友情、在爱情中是有欺瞒的，你们会蛮希望可以坦诚，就是坦诚以待，以及做真实的连接是很重要的。你们可能不大喜欢有太多的包装，或者是说虚假的辞令，或者是说面对不同的人摆上不同的面孔，说着一些合宜的话。对于你们来说呢，这些社交礼仪之外，更重要的是心的真诚，心的这种交流。那这边连接到的是月亮哦。好，这一组牌啊，其实想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望的这种忠诚的伙伴关系哦，其实是可以在今年被实现的。它不只讲的是友情，它也有可能是指的这种爱情中的这种伙伴关系、合伙关系哦，不只是爱人，也是朋友。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连接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那月亮这张牌啊，好，月亮这张牌其实会感觉到，其实你们内心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害怕，不知道怎么做，可能常常会在开展一段关系之前会犹豫不决哦，不管是开始一段友谊，或者是说开始一段恋爱关系，明明呢觉得对方不错，可是又有一些恐惧，就是害怕受伤嘛，以及害怕真实的自我完全袒露在对方面前之后，对方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你们其实有时候会对你自己生气哦，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进行哦，或者是说你们干脆就想要放弃一切，不去行动。但是呢，这张牌其实告诉你，只要往前走，前面是有解决的方案的。那你现在恐惧的事情，你现在害怕的事情啊，你一定必须要向前走，才能够看见答案。你们不要停下来。如果你们最终渴望的是这种深层次的连接、深层次的支持，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可以在对方面前很自在的牵起手来做自己。你们就必须要有信心，有信心走出那个好像心灵的迷宫，好像迷雾一样的森林。那你们要往前走，你们的伙伴会出现，而且他会与你同行。而且啊，这其中很重要的是，你们不要去欺骗你自己。所谓欺骗你自己是，你明明就很不快乐，但是你假装你是快乐的；你明明就很脆弱，但是你却假装很坚强。因为你们想要找到的就是一个很真实的连接，可以互相坦诚、互相信任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你要打开你自己的眼睛去看，也要让别人有机会去看见你的内在。那也许在这当中，你们会遇到错的人，然后会想要封闭自己。可是我觉得最终啊，在今年你们会有一个忠诚的连接，忠诚的心灵交流，非常友善的，可以牵起你的双手。你知道他不会害你，你知道你跟他说出你内心真诚的脆弱的时候，他是会去接住你的情绪，而不是再把你的这些情绪好像去到处宣扬，或者是说批评你，或者是跟你互相的比较。这个人他会真真诚诚的去肯定你哦，在你难过的时候安慰你、支持你，以及在你成功的时候，他也会真实的为你鼓掌、为你喝彩。同样的，我也看见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同等的心灵交流、心灵付出，你们也愿意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出现的这个伙伴很可能是一个友谊的关系。可能你们过去就已经认识的朋友，在今年你们的关系更加的升华，更加的有结盟感，然后友情的层次又向上提升了。
有的朋友呢，我觉得你们这种伙伴关系啊，是建立在家庭，或者是说建立在你的情感对象中哦。那有的人呢，我看到的是你们会在学业或者是事业上，在这个学习的道路上呢，你们会拥有一群伙伴。这群伙伴和你拥有相同的目标、相同的信念、相同的价值观，以及你们都想要去相同的地方。那你们会在彼此跟彼此的交流中得到很多新的启发，很多新的激励，以及大家会做这种知识的交换以及资源的共享。就好像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有一群很好的伙伴与你同行。大家知道雁群理论，就是当某一只雁它鼓动双翅的时候，其实会对后方或者说尾随的同伴都起了一个鼓励的作用。那当这些雁群啊一起飞成一个 V 字形的时候呢，它会比一只鸟，就是一只孤雁单飞的速度更加快。也就是说呢，你跟你的这些拥有相同目标的伙伴一起前行，其实你们能够更快的到达目的地，然后彼此之间呢也能够互相推进、互相推动。那即使其中啊有一只雁突然的迷失了，或忽然的脱队了，其实后面前后的伙伴都会好好的去支撑那只雁快速的回到队伍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伙伴关系中，其实我看到你们愿意去协助他人，也乐于接收他人的一个协助。在困难的事情或者说面对困难的任务的时候，你们其实会去讨论，然后去共享那个资源，并且会有一个人出来作为领导者。那在这个领导者的位置，它是一个可以替换的，有的时候是你，有的时候是你的伙伴，因为你们知道，其实你们最终呢都是相互依赖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其实很棒，因为我看到你们有非常想要努力前行的一个动力。那有这么一群好的伙伴支持，其实真的可以帮助你更有信心，而且更不孤单的完成你们的梦想。不管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你想要考上某一所学校，或者是说你在事业上想要做一个冲刺，或者是说你们想要存钱买房子，也许你的伙伴就是你的一个队友，你的伴侣。那有的人呢，你们可能是想要做自我能力上的一个提升，或者是说开展你的副业等等。那单打独斗有的时候很累，所以很恭喜你们。我觉得今年你们会有，或者是说有些人其实你们现在已经遇到了与你前行的这个伙伴，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珍惜，以及好好的享受彼此支援，然后真实的这种交流的关系。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一组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都欢迎在下方留言，每一则留言我都会看。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哦，你们的牌很厉害，紫色的顶轮。好，希望大家好好发挥这样子的能力，一起度过精彩的一年吧。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你们选到的这一张牌是 No place like home， 没有地方像家一样。那这一张牌啊，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高高的直路的灯塔哦，这上面挂的是一个家，散发出温暖的光芒。然后这个灯塔很高，甚至是冲破云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不管你现在是在外打拼，或者是说，你远离家乡啊，可能在一个异地、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也许你遭受到一些委屈，但是呢，我们心中啊，会有一个像是家一样这种温暖的地方，让你即使失意了，即使难过了，只要抬起头来，你就不会忘记那个初衷，你就会有继续前进跟奋斗的一个动力。那这里所指的家，可能指的是你们原生家庭，也可能指的是你们自己建立的
一个家。有的人你可能觉得你是单身，然后身边也没有好像温暖的知心的家人或朋友，也许他这里讲的家是指你和你自己个人的一个关系，你和你自己一个人建立的那个家，或者是说你和你的宠物伴侣等等的。我觉得你们今年很大的可以让你心情安定下来的力量，就是这个指路的这个灯，就是这个回归回家的感觉哦。好，我相信你们心中一定都有这样子的力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组的你们灵魂的代表色是什么哦？今年属于你们的能量颜色是什么样子的颜色呢？好，一起来看一下。你们抽到的这一张是橙色的脐轮哦。好，他说的是我是丰盛的，生活中不虞匮乏，感谢我所拥有的一切。那橙色啊是第二脉轮脐轮的代表色，脐轮在肚脐下方约3个指头的位置，就是肚脐到耻骨中间这个丹田，约是丹田的位置。那它掌管的是有关于感官知觉还有快乐情绪的流动，所以当第二组的朋友，你们脐轮活跃的时候，其实你情感表达很顺畅，还有很多的这种创造力，很多的灵感会源源不绝的涌出来。同时啊，脐轮它还掌管的是人的性欲哦，你可以透过性欲得到热情跟活力，就是你的欲望可以被满足。所以呢，我觉得在今年你们对于亲密关系会采取比以往更为开放的态度，更加享受这个性的愉悦跟欢愉。那这里啊，特别强调的是物质足够，因为脐轮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追求，它会让你想要去追求财富跟工作的满足感。另外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平衡，你追求了满足，但是呢，你不能无止境的去追求，因为欲望是填不满的，有一便有二。你想要稳定的生活之外，你可能还会去追求大量的财富。那这个大量到底是多大量呢？而你们今天抽到的牌就是代表了一个平衡。有的时候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明白你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哪些东西对你们来说是足够了。那你足够了，你就会停下来，你不会一只一只的好像无头苍蝇一样往前冲，冲到你自己也不知道要多少东西才会满足，才会吃饱。所以这张牌不仅代表着你们物质生活实质上是可以自给自足，可以去满足你，然后你的财务可以稳定，也可以让你过得很舒服之外，特别重要的是这个最后一句，他说感谢我所拥有的一切，因为这个感恩你们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你们会感谢你们现在所拥有的那些东西，并不会像一个无底洞一样，需要好像拿很多物质、很多金钱来填补那个空缺。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很棒的是，这张牌的讯息代表的是今年你在财务上的状况绝对会是渐趋稳定，而且这个稳定之外还包含了丰盛。丰盛就是你的收入跟你的需要是能够相平衡的，甚至还是有余裕的，你还可以存钱，你是不虞匮乏的，你不用担心说下一餐在哪里，或者是说好像每天被钱追着跑，你对于金钱会拥有一个安全感，并且你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你不会为了钱焦头烂额很忙碌，或者是说很有恐惧感。当你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之后呢，其实你会更加的看见，更加的发觉你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宇宙其实会有源源不绝的机会要给你，要等着你去接收。
好，当你越是感恩，你得到的其实就会越多，内在也会越满足。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3个幸福跟成功的重要讯息是什么哦？好，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子的讯息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哦，给第二组的朋友什么指引？好，我们会抽出3张牌。恋人、驱魔者、永恒小孩。好，那我们再来抽出塔罗牌，来看一下这3个讯息的补充说明。好 ，Queen of Swords 宝剑皇后。Princess of Cups 圣杯公主。好，最后是 Nine of Discs 金币骑士。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3组牌哦。首先呢，我们看到了第一组牌是恋人，还有宝剑皇后。那我们第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说，第二组的观众朋友，你们呢会对于今年你们会找到一个令你全心投入的事情哦，人事物会让你全心全意去奉献的人事物，然后它特别指的是恋人，我觉得特别是在感情对象上，你们会有一个让你愿意全心全意为他去奉献，为他去付出，而且是在这个奉献跟付出中感到爱的。然后中间是这个爱心，下面还有2个小泡泡，分别是代表的家庭，所以很有可能你会找到这个和你可以往长期关系发展的这个恋人，或者是说，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伴侣的话呢，你们这个稳定的关系会持续下去。也因为呢，你持续的投入、持续的奉献跟付出呢，你们最终会往家庭的方向迈进，甚至有的朋友你们会拥有小孩。好，那这张牌它下面对应到的是宝剑皇后，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说啊，其实你们的这种付出哦，是有智慧的，是有这种理智的，就是不是一个烂好人。就好像大家常常会觉得说，就是你付出很多不被珍惜，好像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或者是说，好女人总是会怎么说呢？得不到另外一半的珍惜。但是这张牌其实告诉你说，如果你过去有这个想法，就是你对对方很好，可是对方好像没有给你同等的回报，那你可能会因此有这种觉得在感情中受到打击，是不是不能对对方太好？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这里的智慧啊，其实想要告诉你说，并不是因为你的付出，因为对对方太好而不被珍惜，而是你一开始源头就选错了。因为你本来选到的对象，他就是一个不是那么会在乎你的人。如果你今天呢选到的是一个对的人，你积极的对他好，然后你对他很投入，很爱他，他其实并不会不珍惜你，相反的，反而会因为你的付出更加的珍惜你，更加的珍视你。也就是说，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你遇到喜欢的人，你还是一样会很努力的去对对方好，那你们也不会害怕对方会因此不珍惜你，因为你们有这个智慧，你们有宝剑皇后的智慧，去明白说，如果对方就因此不珍惜你，那你也可以离开，因为你问心无愧，你还是会用你这种满腔的热情，满腔的这种奉献，满腔的付出去给下一个值得珍惜你的人，并且你们会增进自己看人的眼光，遇到一个真正适合你的这个优质的伴侣。所以
其实重点并不是不要付出，而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个真正值得你付出的人。当你对他好的时候，你付出100分，他其实会回报给你更多，加倍的对你好。因为爱你的人，他就是很爱你，很珍惜你啊，并不会因为你对他好，然后他反而不珍惜。如果他会因为你对他很好，然后他对你的态度有所改变的话，其实代表说他本来就是他个性中本来就存在这样子的因子，只是随着相处的时间中显现出来了，那他就不是适合你的人，那就是源头就选错了。那因为你们有这个宝剑皇后的智慧，我觉得你们在看人的时候会更加的小心，你们会有一种好像突然开窍了，突然明白了，知道什么样子的人才是值得你付出，然后会全心全意的去奉献，全心全意的去付出。那另外啊，这边还有提到就是人事物嘛，有的朋友除了感情之外你们在意的可能是工作。我觉得如果在讲工作的话，这边呢会指的是你找到一份你可以全心全意投入的一个事业，可能是你们建立的副业，或者是说你着手开始的一个小小的社群网站、小小的媒体、自媒体等等的。那你们想要将这些东西发扬光大，你们想要去表述，你们想要去呈现你们的一些观念，或者是说你们的信念、你们的体系，然后你们会很认真的在经营，很认真的在投入这项你们所很有热情的这个小小的事业，并且将它发扬光大。好，这个是第一部分的牌的讯息另外啊，我觉得这组牌还有一个感觉是，其实很多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你们的命，应该说其实你们的这个命运啊，到目前为止，到现在而言，其实过得呢也还算不错，甚至有的人是蛮幸福或者是幸运的，只是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抽到的那个第1张奇轮的橙色那张牌，它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感谢我所拥有的一切。我觉得有些朋友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幸福幸运的反而好像就是对自己的状态会有一个跟幸福幸运相反的描述。这是因为你对于你遇上的好事，或者说你遇上的贵人，你没有感觉。那这个没有感觉出自于可能你对人不够信任，因为你对人不够信任，你就会有一点像把自己封闭起来，不给自己机会去接受他人的好处，或者是说靠近他人、依赖他人等等的。那有一些朋友可能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这个过去啊，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它并不难解决，因为这边宝剑皇后的智慧会让你去看清很多事情，会让你去明白，其实你可以去接收别人给你的好，那你也不要因为一次的受伤，或者是说一次的在感情中欺瞒，就去封闭你的心因为呢，当你们真的是很愿意付出的一群人，你的这些付出其实也值得全心全意的回报。而当你的心啊，你愿意去接收同等的这个回报回馈，你愿意去把自己敞开之后啊，那个被接受的感觉启动之后，才能够带来背后整个真正的一个改变。就好像是有人先去点燃了一根蜡烛之后呢，后面的那成排的蜡烛，成山成海的蜡烛也会随之亮起。所以一开始愿意让第一根蜡烛被点燃是很重要的。当你们在付出全心全意奉献对别人好的时候，也要愿意去让别人来点燃你内在的那个蜡烛。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牌，我们是驱魔者跟圣杯公主。好，我觉得驱魔者这一张牌非常有趣，它的文字是说把自己或他人从毁灭性的力量中解放出来。那它代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哇哦，这张牌很厉害的一个力量哦。好，有些朋友啊，你们可能过去常常踩雷，就是说你在人际关系、在公司、在恋爱中、在感情中，你可能选错信任的朋友，好，选错公司让你灰头土脸，或者是说选到不好的伴侣，然后你常常觉得在感情中自己快要爆炸了，或者是说对方常常在爆炸，那这一张牌基本上就是把那些毁灭性的东西都释放出来，不仅是你自己还有帮助他人。有些人是从帮助他人从毁灭性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就是帮助他人的这个不踩雷，帮助他人不要去踩雷。那圣杯公主啊，这边有画一只黑色的鹤，代表说你们其实会以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看待你们的处境哦。当你们以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看待你的处境的时候，忽然就会觉得说，好多东西都变得好渺小哦，好多情绪，好多自己所受的苦，其实往后10年来看啊，其实也不一定要那么执着，或者说不一定要纠结在某个人、某件事情上，因为你们这样子的明白顿悟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把自己从毁灭性的力量中拉出来。那另外啊，圣杯公主这边也提醒了你们。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会在选择的时候去问自己说，你要不要进行特定的任务，或者是说要怎么判断的时候，你会问自己说，这件事情值得吗？值得你去做吗？这样子问自己的好处是，你可以排除一些人生中会消耗你的能量，然后又其实没有那么必要的事情。那你们呢？非常的重视自己所认同的一个东西哦。那这种认同的东西的延伸，就是你的一个金钱跟财务，因为金钱跟财务是用来支撑你生活活下去的一个最基础的这个物质，所以如果你如何运用你的这个金钱财务，你花钱的方式，你将资源投入到哪边，你将时间投入到哪边呢？其实就显现出你对资源的态度。另外啊，圣杯公主还有代表说，第二组的朋友，其实啊，你们在今年啊，面对特定的任务或者是选择的时候，你们很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去查看、去检核这件事情是否符合你的信念体系哦，是否是你认同的。那你会问自己说，这件事情值得做吗？这件事情值不值得你消耗金钱以及时间去做呢？然后哪些事情它只会消耗你，不会帮助你呢？我觉得你们会去跟你的内心的这个能量做一个对应，然后一一去检核，真的能够帮助你，而不是使你毁灭的事情。你们会很重视和内在的自我价值的符合，然后你做的事情以及你运用的时间、你运用的金钱、你的财务都要能够去支撑你的自我价值感，支撑你的一个信念。因为呢，你们运用的金钱、财务，或者是说时间、金钱等等的一个态度、花钱的方式，都直接的体现说你重视的是什么。那我看到的是，你们其实很愿意把你们的这些金钱啊、时间啊，花在一个有关于情感、有关于讯息的累积跟消化这一方面。这个代表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愿意将你的资源、将你的圣杯去花在重视你的人，或者是说重视你的环境的身上，
愿意花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圣杯其实就代表的是你的一个本钱，不只是物质上的本钱，也代表说你这个人本身拥有的长处，这个令你闪闪发亮的圣杯，它是你让别人去仰赖，让别人去信任，让别人去重视的那个部分，那个特质，那个专长。你们现在呢，因为你知道你重视你自己的这个专长，这个特质，这个圣杯，你只想把它放在让你可以去累积，以及让你情感上觉得舒服的一个对象。它可能是在公司中，在职场中，或者是在生活中愿意去信任你，愿意去肯定你的伙伴或者是上司，你们愿意为他去擦亮你的圣杯，你愿意去为这样子的环境奉献你的才华。有的朋友看见你们好像想要去拓展你自己的一个才能你们可能会有时间，或者是说有金钱上的余裕，回到学校重新学习，然后重新呢和各种不同的人事物做连接。那有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连接是透过网际网络的方式，就是说呢，你们这种知识的截取，知识的获得，有的人可能会透过线上的课程，或者是说线上的演讲、线上的学习等等的。在这边呢，我看到你们这种充满学习的欲望的感觉，你们想要将这个圣杯擦得更加的明亮，这个是你们今年好像会很努力去冲刺，以及很努力去完成的一个课题你们想要增进的某一方面专业的知识跟技能。你们会透过这样子的学习找到一种自身的动力，并且过去所做的这些积累跟努力都会慢慢的兑现，慢慢的实现，慢慢的在今年中显现出来。因此你们才拥有这个驱魔者的力量，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他人，而且这个帮助并不是很举手之劳，而是一个我觉得能够扭转自己生命跟扭转他人生命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量，这个能量可以展现出来，代表说你过去的累积其实是让你有越来越多的实力，你们不是一个空心的，你们是实心的。那你们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已经相信自己的能力，你们会越走越稳。好，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第三组牌。第三组牌是永恒小孩跟金币的骑士。好，这一张牌我觉得很可爱，大家看一下，永恒小孩他说的是不让年岁阻碍自己享受生活。好，他的牌面上画的是一个西装笔挺正在应酬的一个大人，那他的内心其实还是小男孩，在玩着积木，玩着小车车。那这张牌的出现让我觉得今年你们其实会拥有很愉悦的属于自己的私人的这个时光即使说你们的行事历可能排得很满，因为你们有不断的好像充实学习的计划，但是呢，在这个充实学习以及工作的步伐中，你们有余裕去享受生活。这个余裕包含了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金钱你有金钱去实现你想要做的事情，你有金钱去花在你的兴趣上。第二个余裕就是指的时间你会有时间，你会有这个休息的时间，你会有空闲的时间让你的身心灵可以得到休息。除了休息之外，更重要的是享受就是说你不仅仅是从一个疲惫的状态中恢复，除了恢复之外，更往上一层的是你们可以得到享受，你们可以得到愉悦，你们可以得到开心跟快乐。所以这个开心跟快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好像回到孩童时期一样，你可以疯狂的笑，疯狂的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很真诚的，很发自内心的这一种愉悦感跟喜悦感。
不用担忧的太多，可以卸下那些重担。你们会有这样子的时间，甚至有一些人，你们也不用特别做什么，你光是待在家中啊，去看你喜欢的电影，或是看你喜欢的书，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愉悦跟享受的能量哦。你们心灵上的富足跟喜悦是非常的充实、充满的，在今年感觉上有一种平安、开心，然后自由自在的力量在里面，在这个愉悦的、这个享受生活的这个底层是一个安稳的力量。那你们过去如果说在一个好像社会化的过程中，你常常会面临一个保有自己的赤子之心跟社会规范中有所纠结、有所拉扯的话呢，我觉得在今年啊，你们真正的生活智慧会显现。这个显现就是说，你知道要怎么去调配，你可以去找到一个符合适应现在生活环境的方法，但是又不失去你自我，你仍然可以保持自我，你仍然可以保持自由，你仍然有余裕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就是特别喜欢旅游，那你们会好像为自己规划，或者说已经规划了一些旅游的行程。那旅游啊，它其实就代表说你生活范围的一个扩大，社交圈的扩大。你们会在旅游的过程中，因为认识到人而吸收到更多的好像文化跟知识，就是或者是说因为一些社交性的活动，然后会借着这种跟旅途中的人的这些互动啊，你们对于双方都会有微妙的一个影响，就是有一些人感觉上会有因为旅游而产生的恋情，好，有可能是这种暧昧，然后有可能是这种友谊啦，好，都有可能。那有的人呢，你们的这种享受生活指的是一个属于个人的小小的冒险，你会去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是说开展一段新的人际关系，对你来说呢，算是一个小小的跨出你的舒适圈，在这样子冒险的过程中有一点紧张，但是你又非常享受这样子的感觉。那此外呢，还有最后一个意涵，就是浪漫的爱情。这个浪漫的爱情中啊，它的享受里面有一种探索的感觉，就好像我在接触一个新的人的时候，我会去探索对方的反应。就是说我说什么话，那对方会给我什么样子的回馈，或者是说呢，你会试着弄清楚，对方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跟他相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跟他的互动究竟应该要怎么样子的进行，要往前还是往后等等，就好像有一种试试看的感觉。很像你们把这个脚趾头放在水里试试看水温，或者是说试试看这个水的深度。那你在面对你的感情，好，面对对方，或者是说面对跟对方的一个性体验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也有这种比较开放性的尝试的一个态度。你们会透过和对方的相处，对方的这种肢体的互动，去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然后这种尝试啊，不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不是一种战战兢兢的，而是一种享受，就是我今天我可以试着给你那么多，然后看一下我收到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今天稍微后退一点，看一下对方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我觉得你们会在感情的层面上，也是用一种比较轻松、比较舒服，甚至比较享受的方式、享受的态度，以及这种姿态去跟别人互动。你并没有一定执着说你认识一个新的人，然后你一定要跟他发展成什么样子的关系，而是你就是自然而然的让时间，让这个命运去推动
而你在其中啊，就好像是一个经验者，你好像是一个体验者，你去体验这一段关系，去享受这一段关系。那在这种体验跟享受过程中，你们的这个基础，你们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像金币骑士一样，你们本身呢是非常稳固，你们本身呢是有这种有根的，然后因为你们有根，因为你们把自己扎得很深，你们有很深的基础，所以你们进行的这些小小的冒险，或者是说你去体验不同的人际关系，其实都是在一个你可控的范围内，你们不会让自己伤痕累累，你不会让自己头破血流。我觉得你们已经知道要怎么样子安全的去享受这个生活，享受这个世界，然后可以以一个很舒服的姿态来面对你的人际跟面对你的生活。那这都是你们过去积累的肥沃的这个土壤以及深厚的地基。那以上呢，就是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年的3个重要的幸福成功的讯息。那我们再小小总结一下，恋人你们会找到高度投入热情以及全心全意奉献的这个人事物然后拥有宝剑皇后的智慧，你们会明辨是非，不会去当烂好人，你付出是有所回报的。第二个很厉害的驱魔者，你可以把自己和他人从毁灭性的力量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呢，你们自己可以透过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去救别人。你们可能只是一个留言，或者是跟别人闲谈中的一句话，一个分享，就可以帮别人躲过一个灾难。重点是你们可以透过过去的这个经验，透过过去的毁灭重生跟重建，你们不再会去在人际关系或者是说在选择伴侣、选择公司上面去踩雷，然后让自己爆炸。最后呢，就是永恒小孩啦，你们拥有非常快乐的这个时间，还有拥有金钱可以去享受生活体验。那我觉得这张牌非常的就是很光亮，很开心，然后有一种很纯真的感觉，觉得你们可以很做自我，很放松。好，那今天的解牌就到这边咯。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方留言，或者是说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祝福你们。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你们抽到的牌是 Time to Go， 是时候该走了，该启程了。然后我觉得这张牌非常的漂亮好像天使他正在前往着梦想的道路。那他的后面呢，有非常多的星星，他走过的地方其实都在闪耀，都在发光，而他的翅膀将要展翅高飞。非常漂亮的一张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灵魂代表色，今年属于你们的能量的颜色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我们抽到的这一张牌是蓝色。那天空蓝呢，它是喉轮的代表色，喉轮在喉咙前后的这个位置，它是心灵能量的中枢，掌管的我们情绪表达以及沟通能力。所以呢，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在今年你们会勇敢的说出内心的感受，以及在众人的面前勇于表现自我，也可以很真实的面对你自己。那这个包含了你的一个表达的能力、表达的技巧跟表达的这个信心，就是你是有自信去表现自我，去真实的呈现自我的。那大家要如何启动喉轮呢？那你们呢，也可以透过多多阅读书籍来增强表达能力，或者是有的朋友你们会有这种写日记的习惯记录生活经验。那有的人呢，你们会喜欢透过音乐表达你的喜怒哀乐，或者是来抒发心境。当然啦，你们多多的接触大自然，去海边走走，去湖边走走，让整个心境打开，让心境开阔。多看这些蓝色的这个事物也可以刺激喉轮的启动，喉轮的一个活跃。
我们这边说的是创造力，我能够完整的发挥创造力，并且选择自由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并且不过度的承担哦。也就是说啊，你们的喉轮的能量被启发之后，可以达到活跃而且平衡。那你们透过这种活跃平衡的能量，真实自由的发挥创造力，真实自由的去传达自己。而且呢，你说的话是有人听的，你说的话是掷地有声，你说的话是铿锵有力的。甚至有些人呢，你们可能是处于一个团队的这种 leader， 或者是这种领导者、小主管的角色，你说的话是会被后辈、会被这种学弟学妹去听进去的，因为你们说的话语当中呢，不仅真诚，你传达的这个内容也是很有智慧的，而且你们的方式并不是说很硬性、很死板的，而是你可以透过你自己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你自己，呈现你自己，展现你自己。当你创造的时候，当你表达的时候，你整个人是舒畅的，不是压抑的，而且你不用过度承担，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呢，我觉得你们表达的环境啊，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它是一个安全的环境，你不用担心说我因为说了这个话，然后说错话，或者是说了别人不喜欢听的话，会遭遇到什么后果，而变得很压抑，或者是说会需要承担很多不属于你的责任。我觉得不会面临这样子的情况，代表说会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你们去表达，会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你们去抒发，至少这个环境是让你觉得是被爱的、被支持的，在心理上你们有一个觉得可以信任的环境，然后你可以去表达，然后你们可以利用你的这个真心作为出发点，跟别人进行沟通，然后展现自己，但是不要过度承担不属于你自己的责任。好，那接下来啊，我们要来再看一下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今年3个有关于幸福成功的重要讯息哦。那我们请宇宙来协助我们抽牌哦。好，我们会抽一张神谕卡以及一张辅助说明的塔罗牌。好，首先呢，第一张是神奇小孩，哇，第二张是女神，第三张是重建者。好，那我们来抽塔罗牌的部分，看一下有什么补充的讯息。那第一张魔术师，第二张是 Two of Cups， 第三张是 Emperor 皇帝国王。好，那我们先从神奇小孩看起哦。神奇小孩跟魔术师这一部分哦，他说相信凡事都有可能，面对逆境时展现出你们的智慧跟勇气哦。也就是说呢，第三组的朋友，也许啦，你们对于过往就是以前的生活啊，起起伏伏，然后对于未来也仍然有一些迷惘，可是你们只要抱持相信着凡事都有可能，抱持着这个正能量，一切都会有可能，相信自己做得到。其实你的内在呢是有这个智慧跟勇气，会从你的心里面去长出来。那我觉得对应到这边呢，魔术师哦，其实你们会发现，你走到现在啊，过去的那些你的经验，其实都是你时间阅历
给你生命的一个馈赠，然后你们其实可以凭着这个礼物，凭着这个馈赠，凭着过往的这些经验，一寸一寸的去收复你的失土，或者是说一寸一寸去打下你的江山哦。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们在今年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开端，而且这只是一个开端哦，还有很精彩、很神奇、很高潮的事情会在背后。你们的路呢会越走越明，越走越亮，你们会得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奖杯、奖项，或者是说出版属于自己的这个作品，会有一个很实质的成果被拿出来，那实质的计划被完成，这个完成呢会获得众人的一个鼓掌、惊叹以及惊讶。就好像你是一匹黑马一样，很多不看好你的人都对你眼睛为之一亮，或者是刮目相看。那这样子的奖杯奖项拿到手之后其实就宣告了你们的黄金时代来临。那这边的这个神奇小孩也有告诉你说，其实你们在今年要好好的生活，而且这个的好好生活不是说你要把很多事情都揽在身上，把这个行事历排得很满，甚至为了达到目标去牺牲你的睡眠来换取更多的时间。相反的，其实魔术师在这边提醒你们，你们其实脑袋是很聪明的，你要更聪明的运用你的时间，比如说一心二用，一鱼多吃。你可以一边等公车，一边可能听线上的课程学习，或者是说你可以就是时间像乳沟一样挤一下就有。其实你可以找到一些原先你是浪费掉的那些空白的时间，然后去做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推掉一些不必要的一个聚会，放掉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开始把这个时间真正的放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是用一种我觉得有点像是比较娱乐的心态，就是想着我呢可不可以一边玩乐一边赚钱，或者是说把工作当成是一个破关的游戏等等的，是将你现在手边在进行的事一一的拆解，然后用一种比较愉悦、比较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它。然后魔术师在这边告诉你们说，你们是非常的能够将无变成有。魔术师呢，这个数字一的含义就是一个初始嘛，它改变了虚无的状态，进入到一是一个开展，也就是说你们有一个开展，有一个主宰天地的气魄，你们可以透过累积自己的价值，让自己好像越来越值钱，越来越可以换到一个相对应你的价值的一个工作。你们可以运用你们的这个魔术师的整合力，把你身边的这种人脉资源串联起来，去达成你所想要完成的目标。那魔术师呢，它在占星学上对应的是水星，水星象征的是沟通，就是将两个不同的物体合而为一。所以我觉得配合着你们刚刚所抽到的喉轮第3组的朋友，你们在这个表达能力上、沟通能力上，或者是说统合能力上，其实在今年是有一个很巨大的能量可以发挥，可以开展。那透过这个魔术师清新的思路、缜密的计划，你可以去推动你所想要推动的事情。那这里我也看见了，其实你们身边会出现所谓的良师益友来帮助你们，在你们逆境的时候呢，它其实也可以给予你们正确的指引和提醒，所以呢，可以增进帮助你们长出那个智慧，或者是说帮助你们增加勇气。然后大家有很多朋友，你们要注意的是，其实有些你们的贵人或者说你们的高人已经出现在你们身边了，但是要小心分辨因为我看到其实有好多的人想要给你们意见，超多的，就是你身边有好多人想要对你说话，但是有的人的意见它并不是真的值得参考，它是一个
好像假贵人哦，所以你们要去分辨谁是你们真正的一个贵人，那他的意见是非常值得一听的，他其实会对你的这个往前行的路是非常有帮助的。有一些这种思维模式啊，就好像江湖一点诀，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它点醒了你之后，你好像就可以更快速的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那有的朋友，我看到你们有一个很重大的计划正在进行的，那目前可能还没有很公开的被大家知道，但是你们就有点像是鸭子划水一样，一步一步的在建设，一步一步的在进行。那这些逆境啊，其实是帮助你被看见、被重用，或者是说创造自我价值。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可能是公司有一些烂尾的事需要你们去处理，或者是说你需要帮别人擦屁股，有人生病需要你照顾等等的。其实透过你去处理这些看起来表面上是烂事，但是从这样子的烂事中，从这样子的逆境中，别人反而看见你的好，别人反而看见你的独特，你彰显了你的能力，你的存在性，你的一个必要。你透过处理这些逆境，把它收尾，把它完成，反而可以得到别人的重视。也就是说，别人处理不来的事，交给第三组的朋友可以处理得很好，因此你在别人心中的价值整个就被提高到很高的一个程度。那第三组的你们心中怀抱的那个梦想，无论它是跟感情有关，或者是跟事业有关，或者是跟人际关系、跟家庭有关等等的，那就算呢你身边的人觉得那个不务实，或者是说没有看好你，其实你们绝对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过程可能会经历一些周遭声音的质疑，或者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会质疑你自己说，我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完成吗？或者是说我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来等待吗？真的有可能吗？其实这里啊，牌面告诉你说，你要相信你自己哦。你现在付出的时间，你现在谈论的事，你现在做的梦想，它其实都有一个固定的程序。那你呢，要慢慢的去经营，慢慢的去营造。当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的时候，当你们正式上轨道的时候，其实你的这班列车会比身边的人都还早开。那是因为你前期有一个程序，有一个酝酿。当你把这些都准备好，当你的内心相信一切都有可能之后呢，在那个正式要上路的时候，其实我看见你们是冲得很快的，你们是可以更快速的达到那个目标。就像前面说的，你们是一匹黑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二部分的牌是女神跟这个圣杯二哦。好，这副牌他说优雅又具疗愈性的柔美力量。那我觉得第二部分呢，比较像是在讲感情的。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今年呢，你们真心不缺对象，就是你们的桃花很多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你们可以好好注意一下。但是呢，桃花很多，要懂得如何辨别是一个关键哦。有好桃花，有烂桃花。那如果选到烂桃花，整个运势会被它拖累掉，所以我们要张开眼睛，好好的选。第二部分，它其实就在讲说，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身上就是有这种女神、男神的一个气质，优雅又具有疗愈性。你们其实是有这个倾国倾城的一个资本，可是配上圣杯二，你们不大会去建立这种短暂的，好像游戏关系的恋爱。我看得出来，你们其实虽然拥有这样子可以去游戏人间的资本，
但是你们的深情却只为了一个人，你们愿意跟一个人认定了之后就是一辈子，一生两人三餐四季这样子的过下去哦。所以在感情面上，你们就是想要找到一个人可以细水长流。好，那今年是很有机会的，因为今年有桃花运，你们可以先做好准备，就是学习如何辨识一个人的好坏。那另外啊，这边提到优雅还有疗愈性哦，我觉得如果过去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这种思维框架，到今年啊都会慢慢的转变就是让你的这个心境充满了比较正能量的感觉，让这些好运有空间可以进来。有的时候啊，大家看着你们的样态，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可以这么优雅？难道你都不会生气吗？甚至呢，明明就是别人伤害了你，你好像还会去帮别人说话，就是有一种为大局着想的感觉，优雅又完整的呈现在别人面前哦。你们好像是一个宁静庄园的这种主人哦，有一种给人很淡泊、很稳定、很优雅，然后凡事都从容不迫的，有自己的步调，有自己的节奏在前行。好，那这样子的人理所当然的会吸引好多人走到你们身边，好多人想要跟你们同行，好多人想要去引起你的注意力，可能去不断的给你发送讯息啊，或者是透过辗转朋友的一个传话，想要邀约你出去，或者是说制造机会等等的，想要去获得你们的青睐。这些东西啊，都是自然而然的被吸引而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单身的朋友啊，在今年真的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那如果是已经有稳定伴侣的朋友，甚至你们可能已经结婚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女神气质、女神光环一样，就是代表说你们会有很好的人缘。你们做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用一种比较仰慕或者说比较钦佩的眼光来看待你，想要接近你，但是又有点害怕，因为这个女生有一点点的距离感在中间，会有很多人在心里对你有这种仰慕跟爱慕的感觉。你们的人缘很好，在今年好多人都想要跟你一起谈天，或者是想要去看你的这个脸书啊，想要去看你的社群媒体。那另外啊，圣杯2还有一点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它里面呢有一个修好，就是重新再和好的一个感觉。所以如果你有这种前男友、前女友或者是前夫、前妻的话，也许他在今年会突然的出现在你身边，或者是说你们可能在某一个转角不期而遇，或者是说你会突然的就是有人跟你说他的资讯等等的，接收到有关他的讯息，然后他呢也有机会看见你这个优美又具有疗愈性的样子，很优雅的一个样子哦，就是大家都很担心遇到前男友、前女友，或者是说前阵的时候是一个很狼狈，或者是说状况不好的时候。那我觉得你们呢跟对方不期而遇，不管是在网络啊，或者是说在这个实体上，都是一个很耀眼，就是一个很令他眼睛为之一亮的那个状态，那个光环呈现在他的面前，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哦。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3部分，重建者跟这个国王哦。重建者他说能够大刀阔斧重新建构新的一个事物哦。在今年啊，尤其是前期，你们会面临到很多的转变。那这个转变当中，也许会有一些不如你预期的事情，就像跟工作啊，或者是家人等等的，会有一些小小的不顺。但是我看见你们是有办法处理的，你能够大刀阔斧
你能够痛定思痛，就是你想要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你不会再用以前的那一套来应对，你会用一个新的方式。那你对未来啊，其实抱持着一个就算破坏了也能够重建的心态，不管是面对小人也好，或者是面对过去感情上的心结也好，所有你都以前你觉得过不去的坎，其实在今年我看见你们很积极的去面对它，去处理它。那也因为这样子的面对，这样子的处理哦，你们可以清清爽爽的走向未来，你们可以很舒畅的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清理掉，然后往前迈进。有些东西如果没有办法处理的，你可能就忍下来；有些东西你觉得一定要去沟通的，你就会冲到他前面去跟他谈。那如果是在感情上哦，我们这边呢遇到的是国王，国王他的这个占星上对应到的是水星，水星它是一个非常积极、干脆、利落的一个星哦，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大清理的决心是非常强的。对，过去啊那些可能让你犹豫不决的事情，到了今年你们会很干脆的说好啊，那我们就在一起吧，或者是说好啊，那我们就去进行这个计划吧。那或者是说有些事你觉得是歹戏拖棚，你可能就会很干脆的说好啊，那我就不要了，就算了，我就切断了。那有些人呢，我看见其实你们如果是有稳定关系、有伴侣的话，我看见你们跟伴侣其实会有这种吵吵闹闹，就是吵架了之后又和好，床头吵，床尾和，反反复复这样子的过程。那有的人可能还会去翻旧账，或者是说去碎嘴等等的，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你们在这种吵吵闹闹，你们在这种打打闹闹的过程中，其实某一方面是一个情趣哦。在这当中，其实代表说你跟对方都建立了一个安全感跟信心感，你们对这段感情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才可以吵了又和好，吵了又和好。你们不怕感情的断裂，你们就是有勇气去进行一些革新，因为你们相信这个感情革新之后，吵完之后，把话说开之后，是有重新建构的一个可能的。所以在那个吵吵闹闹的背后的底下，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安心跟信任。吵就是越吵不会越淡，你们是吵了不会散的这一组。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3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说任何想要分享的，都欢迎在下方留言，每一则留言我都会看。那就祝福第3组的朋友们，希望大家今年呢都有一个优雅、完整，然后又充满神奇力量的一年，去大胆实现你心中的那个渴望。好，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